电视剧《传家》由吴谨言、聂远、秦岚、张楠和韩庚主演。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聂远和秦岚合作，这一次两人在剧中再次饰演一对情侣，对手戏也非常精彩。聂远在剧中饰演的奚维安也是一个嘴硬心软的角色，当然剧中另外几位男主表现也不错。这部电视剧中的大部分演员也都是观众们比较熟悉的面孔，通过一家的兴衰发展来展现了家国天下的变化。刚开始一家确实矛盾重重，但是当家族遇到大问题的时候，这些女人们团结一致，共同抵制外部的困难。剧中的几位女主表现也非常不错，今天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她们有何结局。陆培，最新出现的陆培，家庭条件虽然很优越，但是名声并不是很好。陆培之前在黄埔军校学习，但是中途被开除了，所以奚维安对于陆培也不是很待见。但是陆培偏偏喜欢上了易中秀，为了得到美人对自己的关注，陆培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想到了不少刷存在感的方法。只可惜易中秀对于这个浪荡子毫无感觉可言，在这个动乱的年代，一切也皆有变数。陆培虽然不被身边人所理解，但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，陆培坚持自己的信仰，放弃了儿女情长，选择在战场上厮杀。此时易中秀也对他刮目相看，只可惜两人还没来得及两情相悦，陆培就遭遇意外了，也着实让人觉得有些可惜。易中杰，作为易兴华的独生子，易中杰对于经商丝毫不感兴趣，反而对于医学很感兴趣。他认为在乱世中学医可以救治更多的人。对于儿子的这种做法，易兴华既然无法改变，只能选择支持。易中杰的医术也非常高超，毕竟他是发自内心的热爱。最后易中杰也上了战场，成为了一名军医，在战场上不幸受伤，幸而遇到了刘清芬的及时帮助，才得以活下来。易中杰也在战乱中收获了自己的爱情。唐凤舞、易中玉。唐凤舞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人，易兴华对于这个年轻小伙子也非常看好，他在极力撮合唐凤舞和易中秀，只不过这两人不来电，反倒是吴谨言饰演的易中玉对唐凤舞很感兴趣，觉得唐凤舞的家庭背景与自己也算是门当户对，以后在生意上也可以给自己提供帮助。自从回家之后就锋芒毕露，导致自己的父亲对他很防备，但是易中玉真的很有经商头脑，在父亲遭遇不测之后，易中玉更是凭借自己的才能撑起了整个家。他刚开始带着目的追求唐凤舞，后来两人也算是两情相悦，创造了一段佳话。可以说易中玉是爱情事业双丰收，这也算是对于他不幸童年的一种弥补。毕竟易中玉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姑娘，刚开始唐凤舞对于这个嚣张的二小姐丝毫不感兴趣，但是后来对易中玉了解越多，她就越被吸引，最后两人成为了一对儿，唐凤舞也成为了有名的外交家。易兴华。易兴华这一生也非常风流，虽然后来儿子不愿意接班，但是易兴华有3个给力的女儿，在乱世中将家业传承了下去，并且做了很多爱国的事情。只可惜易兴华因为个性过于鲜明，早早就因为意外去世了，最后也没有见证到企业的发展。奚维安、易中龄。奚维安虽然是司令，但是在老婆面前还是很拘束，他一直都在装傻，企图用自己的行动来得到老婆的关注。只可惜两人白白错过了很多年。易中龄刚开始是真的看不上奚维安这个大老粗，作为家族中的长女，易中龄一直都本分规矩，她身上有一些刻板教条，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大小姐才更加符合大家的审美。易中龄看似温柔，但是做生意也比较有手段，属于外柔内刚。但是易中龄对于自己的婚姻一直都有苦难言，父亲为她千挑万选的丈夫与自己的性格格格不入，但是易中龄为了家族还是需要隐忍。后来爆发了战争，奚维安的爱国情怀也终于凸显出来了，他不顾个人安危成为了卧底，期间虽面临误解，但是也要维护家人和国人的安全。好在
来西维安是真的喜欢易中陵，所以愿意耐心等待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西维安以卧底的身份赢得了大家的尊重，也赢得了易中陵对自己的爱。最后，西维安和易中陵也终于解开心结，走到了一起，他也终于收获了幸福。6. 刘青芬。刘青芬是易中秀的好姐妹，这个姑娘很有爱国情怀，只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，她的这种思想有些格格不入，所以总是会受到别人的厌恶。后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，刘青芬毅然决然奔赴战场，一个弱女子让身边人对她刮目相看。她和易中杰也在战场上相互扶持，易中杰危在旦夕的时候，刘青芬救了他的性命，志同道合的两人走到了一起。7. 易中秀。易中秀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相较于另外2位姐姐，她的生活要更幸福一些。这些年一直都有母亲的悉心照顾，她虽然无意家产之争，但是母亲不愿意将这些家产拱手让人，所以在母亲的授意下，易中秀也加入了争夺家产的队伍。易兴华对这个三女儿还是比较偏心的，不然也不会为三女儿张罗好亲事。也许从一开始，易兴华就想把家产传给三女儿，但是易中秀还是没有把握机会，他到底还是单纯了些。现在易中秀的身边也出现了不少追求者，陆培就是竞争者之一。刚开始易中秀不喜欢陆培，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喜欢陆培的时候，陆培已经在战场遭遇不测，易中秀也失去了自己的爱人，她的结局也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扼腕的一位。